年再度访华，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索加瓦雷，中索双方发表了关于建立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这也意味着中索关系的深化与提升已获突破。在西方国家持续对索方施压的背景下，这一成果的取得实属不易。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会见后，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罗门群岛关于建立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索加瓦雷会谈。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发展合作、贸易、民航、教育、警务、海关、气象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11号中午，所罗门群岛驻华使馆在北京举行开馆仪式，索加瓦雷出席仪式。索加瓦雷及他所带领的外交、商贸等领域代表团人士，接下来还将走访江苏、广东多地，并参访多家企业，寻找合作机遇。所罗门群岛位于太平洋西南部，是一个拥有约72万人口的热带岛国。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一座座由中国企业建造的设施正拔地而起。近年来，为改善民生，所罗门群岛正积极推动国内建设。中国企业承建项目质量高，社会效应强，既创造了就业岗位，也加强了当地工人的能力建设。所政府去年证实，该国已与华为和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价值近4.5亿元人民币的协议，在所罗门群岛建设161座信号塔。目前，中国是所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2/3。启程前往中国前，索加瓦雷曾表示，所罗门群岛会在大国竞争中保持中立，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会将国家发展放在首位。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建交时间不长，但是双边合作可以说是势头强劲，成果喜人。中国同所罗门群岛双边关系的深化，也是近年来中国同其他的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的一个生动的写照，相信能对中国同其他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自2019年断绝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所谓邦交以来，中所关系的发展就引发西方国家的高度关切。索加瓦雷本人以暴脾气闻名，对于与中国建交的决定，索加瓦雷曾受到了国内反对派势力以及不少西方国家的施压。2021年底，索加瓦雷再次面对反对党的不信任投票，双方爆发了1个半小时的激烈争吵。期间，索加瓦雷多次拍打椅子，坚定表示自己绝不会向邪恶势力和台湾代理人低头示弱。除了与中国建交外，索加瓦雷政府2022年与中方签署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更是令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感到震惊。路透社称，自中所去年签署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一直担心中国有意在该地区建立海军基地。对此，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均否认该协议允许建立海军基地。路透社还提到，中所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促使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5月签署了双边安全合作协议。中国外交部曾回应称，中所安全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与所同其他国家合作互不冲突，可对地区现有合作机制形成有益补充。太平洋岛国是国际合作的大舞台，不是哪个国家的后院，更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有关方面应客观理性看待中所安全合作，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2021年11月，所罗门群岛发生严重骚乱，中国还应其请求提供了警务支援。去年6月，中国警方在所国警察部队总部培训当地警察，培训内容包括自我防卫和反击演习以及基本生存技能。而在中所10号公布的联合声明中也写明，中所深化执法安全合作，中方将继续根据所方意愿，为所罗门群岛提升警务执法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和帮助。双方同意加强保护本国境内对方公民及机构的安全及合法权益。对于此次中所签署警务合作协议，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多有提及，并像以前那样继续渲染中国威胁。
有观察认为，中所这一次签署警务合作协议，是对美西方污蔑中所合作的有力回击。在西方国家看来，太平洋岛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特别是他们将其他国家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安全合作视为他们独有的排他性特权，所以就感觉到中国同所罗门群岛开展警务合作是动了他们的奶酪，大肆的渲染和鼓噪中国威胁论，对中所警务合作泼脏水。事实上，中所警务合作的效果如何，所罗门群岛政府和人民最有发言权。此次双方在联合声明当中表示要深化中所执法安全合作，就是对中所警务合作最好的肯定，也是对美西方污蔑最好的回击。今年2月，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时隔30年后重开，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美国为抗衡中国在当地影响力的增强所采取的针对性措施。有分析认为，从中所签署的具体协议来看，加强所罗门群岛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其推进与中国合作的重要目标，也是所国最为迫切的现实需求。然而，美、日、澳等国除了一味强调所谓政治正确，逼迫所国站队并对中国泼脏水之外，却对所国急切的现实需求避而不谈。这种画饼充饥的方式显然得不到所国的真正认同，这也是为什么所国官员强调与西方国家交往40多年收益不多，而与中国建交短短4年多却给所国带来巨大变化的原因。而这对于该地区正在摇摆中的其他国家而言，无疑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虽然在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美国的精力和投入有所回升，但始终是将太平洋岛国看作在战略博弈当中的棋子，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资产。而对太平洋岛国最为关切的经济发展、气候变化等问题，投入的精力和资金非常的不足，甚至多次开出空头支票，导致太平洋岛国寒心。美财长耶伦在结束其任内首次中国行返回美国之后，于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称，他认为在此访期间，美中两国在深化沟通上取得进展。不过，一些美媒却在唱衰耶伦此行，甚至开始就耶伦在华期间的肢体语言大做文章，称耶伦对华卑躬屈膝。而与耶伦访华几乎同一时间，美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所谓赴华旅行警告。经过一轮高层接触之后，美方又在为两国关系人为制造障碍。在结束中国行后，耶伦接受了多家美国媒体的采访。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民的节目中表示，此访与中方负责经济的新团队建立了联系，并且为中美之间更深层次、更频繁的接触创造了机会。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I had a very constructive visit. I received a warm welcome and had very substantive series of meetings. We had substantive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global economy, developments in our own economies, financial markets, and a list of concerns that each of us brought to the table that we agreed to follow up on over time. 耶伦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报道全文，并写道：上周我去了中国，以稳定我们的关系，深化沟通，寻求健康的经济竞争，合作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将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耶伦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近期第2位访问北京的拜登政府高官。在华的4天3夜时间里，耶伦既与中方分管财经事务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与非官方的财经专家学者举行了参叙，还与美国在华工作团队、商界代表进行了深入互动，行程满满当当且富有成效。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耶伦表示，他的访问是成功的。不过他也说，中美之间存在挑战，但他相信大家都有稳定双边关系并建设性的解决问题的共同愿望。10号，中国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就耶伦访华具体情况答媒体询问时表示，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在耶伦财长此访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按照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后续保持中美经济领域的高层交往和各层级沟通交流。
财政部指，在两国经济和全球共同挑战方面，中方说明了中美经济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要求美方采取实际行动回应中方对于美经济制裁打压的重大关切，阐明了中方关于健康经济竞争的立场，展现了中方对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积极意愿。深圳卫视注意到，中美双方都认为相关会见会谈是坦诚、务实、深入且具有建设性的。但也有美媒认为，同不久前访华的布林肯一样，耶伦的此次访华之旅也难以为双边关系带来实质性突破。德国之声则引述分析人士称，在目前世界格局的框架下，耶伦访华让美国同中方的一个沟通渠道起死回生，至少从这方面来看是成功的。不过，耶伦同布林肯国务卿前后脚访华，事实上在上演一场红白脸双黄剧目。在此背景下，耶伦此访到底能否改变中美关系走向，仍然值得观察。不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美国舆论场却在不断炒作耶伦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时的鞠躬动作，甚至有小报形容耶伦是卑躬屈膝，是在对中方行大礼。对于美媒的小题大做，《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由此可见，美国舆论对中国元素的过敏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评论认为，鞠躬是耶伦本人的习惯动作，也是其谦和有礼的表现。美国舆论场对耶伦鞠躬视频的争议所展现出的霸道，恰恰是中国社会下意识地对华盛顿处处提防的原因。分析认为，虽然耶伦此访期间中美双方都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未来中美关系能否向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前进，仍然在于拜登政府能否打破对华成见。然而就目前而言，美国内部仍然存在一些势力见不得中美关系好。无论是在关税问题上，还是在对华企业的制裁问题上，耶伦都没有做出什么样的实质性的这个承诺。但是双方建立了一定的沟通渠道，即使是这样双方关系的简单的这个改善，我们看到美依然在炒作所谓的耶伦的鞠躬的这个问题。这反映出美国的一些极端的这个政客，他们是完全不希望看到中美关系的这个改善的。他们对于中美关系的这个改善呢，也持续的抱有这种敌对的和反对的这个态度。与耶伦访华几乎同一时间，美国务院就发布了最新的所谓赴华旅行警告，要求美国公民慎重考虑是否前往中国大陆，理由是中国大陆存在着被不当拘押的风险。此外，美国务院也针对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发布了类似的旅行警告。美国国务院根据世界各地存在的各类风险等级，将旅行警告分为4级。第1级为采取正常预防措施，第2级敦促旅行者提高警觉，第3级建议民众重新考虑前往，第4级是最严重的，请勿前往。此次的警告较之前上调至第3级。针对美方贼喊捉贼的做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有关部门对外国企业依法进行安全审查的决定是基于法律和事实做出的。中国欢迎各国公民和企业来华旅游经商，并依法保障他们在华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包括出入境自由。反倒是美方在近年来以各种借口对中国公民入境美国设置障碍，滋扰盘查。我们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干扰中美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同时停止对中国企业和公民任意拘押、非法滥诉，切实保护中国在美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在布林肯和耶伦等拜登政府高层内阁成员相继访华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确实是在不断的这个破冰的。那么短期内中美之间逐步改善这样的一个趋势，应该来说是不会受到旅行禁令这样的微小声音的负面事件的这个影响。但是我们同时可以看到我们美国对华的整体的战略和对华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始终是没有改变的。像旅行禁令这样的这个事件呢以后也会越来越多即使是在中美关系短期改善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间整体的竞争确实是在不断的走向深入向各个领域来延伸和这个蔓延的。特别要指出的是，上个月8号，美方搞了一出针对中国公民的钓鱼执法。
美国警察伪装成墨西哥客户，向中国公司购买化学品，将2名中方企业人员诱骗到斐济实施抓捕，并押解到美国。美方声称，中国公司出口的化学品属于美国认定的芬太尼前体，有可能被运到美国并用于制造芬太尼，因此这2名中国公民违反了美国法律。但外界注意到，自2019年5月中国整类列管芬太尼物质之后，美国缉毒署就多次表示再未查获来自中国的芬太尼。中方继商务部、外交部以及驻美大使馆早前进行的强烈谴责后，10号外交部领事司和中国驻美使领馆发布消息，提醒在美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社会治安形势，加强自身安全防范。临时赴美人员应提高警惕，提防落入美陷阱及诱捕圈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与中国驻美使领馆联系，寻求帮助。美国所谓的旅行的警告，它是对中国正常的对外关系法和反间谍法的一个错误的解读和有意识形态带有有色眼镜的这样的一种解读本质上呢，这是我们针对国际形势的这个变化对自身国内法律的一个正常的这个修改美国却借此大肆炒作。本质上还是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这个背景下，美方利用一切的所谓的中国采取的所谓的这个行为来给我们扣帽子，来给我们这个下错误的这个定义。岛内媒体近日披露，美国要求台当局防务部门预防医学研究所投资建设新型P4实验室，秘密建立研发病毒能力，开发生物战剂。文件显示，民进党当局曾开会讨论。尽管台当局防务部门、蔡英文办公室纷纷对此表示否认，但消息一经曝光，就在岛内引发强烈关注。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去年6月与今年1月，时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2度主持代号为南海工作会议的秘密会议。其中，去年6月23号的会议记录显示，台防务部门代表说，依据美国要求，台湾方面规划新建P4实验室，美方将派人协助审查规划案。会议主席告诉在场官员 ，P4实验室和发展无人机是美国的要求，主要是执行传染性疾病的病原侦检、防护和治疗任务。台湾绝不发展、制造、储存、取得用于军事用途的微生物制剂、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对人类、动物或植物造成伤害的武器，它具有隐蔽性强、传播性广、杀伤性高等特点，被称为“穷人的原子弹”。美国为了保持自身在全球的军事优势和霸权地位，对生物武器的研究和开发最早可以追溯到2战时期。当时美国陆军开始在其境内多个场所秘密开发生化武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和达戈威实验基地。2战后，德堡生物实验室获取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数据。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也曾使用橙剂等生物武器，给当地民众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尽管美国1972年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89年还通过了生物武器反恐法案，规定任何美国人拥有、交易或者储备可以用作武器的生物材料都是非法的。但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美国继续进行秘密生物武器研发，反而不断在境内外扩建生物实验室。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是全球生物军事活动最多的国家，也是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国家。今年4月，俄罗斯方面发布调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在乌克兰建立了50多个生物实验室，且一直在开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中规定的生物武器。在乌克兰那边就有。那么，美国指导成立乌克兰当中的生化实验室，当时乌克兰否认当时美国也当中都是说完全都否认。可是事后证明，真的就是有这个实验室在那里嘛。而且这当俄罗斯的军队要进攻当中，美国当中最早测的就是包括这些实验室里面的很多的美国方面的研究专家。所以我们拉回来看，在美国现在的指导思路里头，台湾如果生物实验室，它是一个奇怪的吗？不合逻辑的吗？完全符合我们过去看到的经验。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认为，美国为围堵中国大陆，将台湾作为一颗棋子，近年来不断施压台湾推进生物战剂研发，居心非常险恶。
台湾为什么是做生物战剂研发很好的地方？因为台湾的人来自全中国各地，所以我们的 DNA 某种程度可以代表全中国人口的 DNA。它一旦在这里做了，天哪！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记得那个迪特那个 Fort Detrick 嘛？Fort Detrick 就是它的 P4 泄露了嘛，它已经有了很久的新的肺病，什么电子烟病了，所以你放在台湾就是对台湾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台湾联合新闻网指出，台湾在生物战剂方面拥有许多技术平台可以操作，但若实验室管制不当，病毒外泄，北台湾桃园首先受害。文章称，若民进党当局在美国施压下秘密推动建立研发生物战剂能力，这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民进党当局盲目亲美，毁弃了为政者该有的良知。兵役也延长了，他什么都照做，兵力的编制啦，对，然后训练的方式啦，全部都听美国指挥，简直难以想象啊！那如果这个批示真的跟军事有关啊，那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生物战剂里面所产生的吓阻作用，确实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它会产生一种冤冤相报的结果。那这个台湾有地雷，到处布地雷已经够可怕了啊！然后现在的话呢，要搞到什么生物战啊、细菌战啊，甚至病毒战啊，那这些情况一出现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一点，就是说宁可信其有啊，不可信其无。需要指出的是，不论致命微生物泄漏、非法跨境转移、炭疽杆菌等生物毒剂，还是实验室周边时常出现不明原因疫情，美国种种置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于不顾、脱离任何建设性监管的霸凌行径，将对全球公共卫生和安全局势产生恶劣影响。生物武器虽然说被全世界人类这个所唾弃，但是美国人自己肯定也有一些人会认为说，觉得说保留生物武器的能力，对于美国啊，它的这种比如说未来在大国竞争也好，在这个战争中也好，它是一种选项，是一种这个可能的选择。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宋先生你好。那么台媒近期披露台当局行政机构秘密会议的记录，显示美国要求台湾方面新建 P4 实验室，研发病毒，开发生物战剂。那对此您有怎样的观察呢？我相信台媒的这个讲法是有潜在的可能，也就是消息的准确度是比较大的。这个其实作为民进党当局来讲的话，他必须要做到的是挟洋自重。也就是美国如果不支持的话，台湾当局尤其是民进党当局要搞这些事情的话是搞不起来的，他必须要依靠美国，美国说什么台湾当局必须要这么去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从美国的利益，美国是把中国作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既然如此的话，千方百计打压中国大陆，这个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如何来打压中国大陆呢？靠的是台湾，靠两岸之间不断的争执，两岸之间不断的纷争，这个更加符合美国的实际利益。最好呢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也会让美国能够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能够通过 P4 实验室来发展基于中国人基因的生物武器，这个更加符合美国的实际利益。同时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什么？美国和台湾当局在这些问题上是沆瀣一气，而且台湾当局是在出卖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甚至是希望配合美国来实现对中国大陆发展的扼杀，这本身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一种背叛。所以我们希望台湾当局要深刻明白一点，两岸是一家，既然同属一家的话，不应该背叛祖宗的事情。这个事情做的话，只可能是背信弃义，让两岸之间没有和平。那么在您看来，美国若真的有意让台当局来研发生化武器，那么它的动机是什么呢？因为美国一贯都在这么去做呀。你像美国在乌克兰、格鲁吉亚、韩国等这些国家都在搞类似于这样的生物实验室，原因是两方面。一方面的话，就是美国有一些州的法律是不允许在美国国内搞生物实验室，尤其是有针对性的生物实验室。这个呢是在美国各个州的法律是严令禁止，所以只能是退而求其次，选择在对手国家周边来搞生物实验室。毕竟对手国家包括相关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法律法规呢并没有相关的限制，所以可以在台湾地区来搞P4实验室，这个是说得过去。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要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搞生物实验室是要有针对性，这个针对性也恰恰体现出生物的多样性。毕竟你像人和人之间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们对某一种传染病的耐药性也是不一样。那么需要针对一个民族、一个人种的基因做深入的研究，才能够了解某种传染疾病有更强的致命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如何把这些病毒传播出去，这个很关键。你不能拿北美的某一种生物来作为载体传播病毒到印太的地区，到欧洲的地区，这样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现这是美国人干的。所以需要研制和研究的是什么？就是所在对手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生物多样性，这里面究竟是蚂蚁了、苍蝇了，还是其他的一些生物多样性的东西，甚至是针对农作物也可以采取一些生物试剂来导致让它能够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在俄罗斯周边来搞生物性多样性的调查，同时也会在中国周边搞生物多样性的调查，以此作为载体来散布美国的生物病毒。这个恰恰是符合美国生物战的实际需求以及惯用的渠道。那美国在生物武器问题上可以说是劣迹斑斑，从德特里克堡到在乌克兰研制生物武器，此次又爆出了涉台新动向。那么您对于美方在生化武器问题上的做法有什么样的评价呢？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我们知道美国尽管签署了，但是它一直不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也就是美国的各个实验室，包括德克里克堡实验室，究竟有没有生物武器，美国是对外是三缄其口，不允许核查。而且美国之前总是说自己已经彻底放弃了研制生物武器，但是没有核查机制的话，一切都是自说自话。不仅如此，你看美国总统拜登前2天说他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批化学武器的销毁。美国从1997年就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但是直到现在已经过了20多年才销毁，这完完全全不符合当时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所规定的10到15年。所以美国在这些问题上是失去了信誉。最典型的呢，就是最近你像美国现在向乌克兰要提供集束弹药，集束弹药的提供就是违反了集束弹药公约。但是美国之前在去年指责俄罗斯使用了集束弹药，说俄罗斯使用集束弹药犯下了战争罪行，但是才事隔1年半，美国就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难道忘记了提供集束弹药的话将会触及战争罪行吗？这就是美国的本质，美国的本质就是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就是美国规则，美国规则就是美国的霸权。美国并不在乎其他国家怎么说，他只想把自己的霸权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之上，对其他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践踏。所以美国的底色就是如此，指望美国改弦更张，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只有你比他更强大，美国才会认识到你是他所信服的人，也才愿意和你去和平共处。在目前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面，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实力。美国所信奉的只有实力。好的，非常感谢宋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会于当地时间11号至12号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俄乌冲突仍然是本次峰会的首要议程，特别是要就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议题进行讨论。但北约成员国目前存在较大的分歧，美、英、德等国接连表态不赞成乌克兰现在加入北约，让这一议题陷入尴尬境地。美国方面表示，拜登将在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外界高度关注。而北约原计划讨论在东京开设联络办事处的方案，由于优先级较低，被推迟。据法新社11号报道，美国白宫宣布，总统拜登将于当地时间12号在维尔纽斯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根据北约发布的活动日程，泽连斯基将于12号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美媒称，乌克兰危机是本次北约峰会的首要议程之一。会议还将讨论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途径。泽连斯基10号发表讲话，呼吁北约成员国给出明确信号，确认乌克兰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北约国家。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称，乌外长库列巴当天表示，经过紧张的谈判，北约成员国已达成共识，乌克兰可以绕过北约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这也是乌克兰期待已久的决定，将加快乌克兰通往北约的步伐。不过，即便乌克兰能够省略成员国行动计划流程，想要加入北约依然需要所有成员国点头。
斯托尔滕贝格同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除非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获胜，否则不考虑其入约事宜。The most urgent task now is to ensure that Ukraine prevails as a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nation in Europe, because unless Ukraine prevails, then there is no membership issue to be discussed at all. 俄乌冲突发生后，乌克兰一直希望加速与北约的一体化进程，这一问题成为北约31个成员国之间数月来激烈谈判的关键议题。不过，北约内部对于何时邀请乌克兰加入存在分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北约东翼国家希望快速采取行动，认为这样可以震慑俄罗斯侵略行为，而美国等国家则提倡采取更谨慎的办法。继拜登日前表示不同意乌克兰现在加入北约之后，英国政府也做出同样的表态。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10号与拜登会晤后，其发言人表示，在与俄罗斯的战争正在进行之时，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合适的。德国政府消息人士也称，盟友之间没有达成共识。德国图片报援引北约内部人士的话报道称，德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希望一起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请求。北约一方面，他希望继续通过这种拉拢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诱饵，来继续鼓动北约加大与俄罗斯的对抗，将俄罗斯拖入这个泥潭。另一方面呢，北约又担心说乌克兰真正加入北约之后，可能会造成与俄罗斯的直接的冲突乃至战争，北约国家不愿意也不敢面对这一现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江应安还指出，北约国家内部对于乌克兰危机的分歧正在越来越大，东西欧之间不同步、不同速，未来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分歧可能会更加严重，甚至撕裂北约内部的团结。像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他们距离俄罗斯较远，他们也并不真正特别担忧这个乌克兰危机对自身安全的直接威胁。他们更多关注说1年多以来不断的援助、不断的这种能源的涨价、通胀对自身的现实生活的损害，所以说他们当前对于乌克兰危机已经这种厌倦情绪是越来越浓。多家西方媒体认为，在无法承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情况下，预计北约将在此次峰会上重点讨论如何为乌克兰提供援助。英国卫报认为，预计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将保证提供其他军事援助和训练。有消息人士透露，德国打算在峰会期间呼吁其他成员国为乌克兰提供更多安全保障，避免把焦点放在入约议题上。不过，美国近期向乌提供集束炸弹的决定引发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广泛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外界对于北约能为乌克兰提供哪些援助，以及最终做出怎样的安全承诺，持一种观望态度。由于2/3的北约成员国签署了集束弹药公约，英国、西班牙、德国等国均已表示反对美国援乌集束炸弹。拜登10号在与英国首相苏纳克会晤时再次表示，做出这一决定非常艰难，但进行反攻的乌军已弹药耗尽。英国《每日电讯报》称，苏纳克当时表示不鼓励在乌使用集束炸弹。法新社评论称，在西方国家领导人齐聚立陶宛之际，美国颇具争议的决定引发了罕见的不团结。使用集束炸弹提升这个乌克兰危机的烈度，加大双方的损伤，然后加剧俄乌双方的对抗乃至仇恨，正是美国的政策的意图所在。所以我想，即便说北约有很多成员国，甚至大多数成员国反对使用集束炸弹，我想还是无法改变美国的这一决定。此次北约峰会再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4国领导人与会，也被外界认为暴露了北约企图将黑手伸到亚太的野心。2021年，北约制定了北约2030年议程，寻求重振同盟实力，推动新的战略转型，重点转向大国竞争，还提出要积极介入全球事务，特别是印太事务，并将日韩澳新4国定义为亚太长期伙伴。去年，日韩澳新4国领导人首次获邀出席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还多次表示，要在亚太设立联络办事处。此前有报道称，在此次北约峰会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与斯托尔滕贝格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北约在东京开设联络办事处的计划。有消息人士称，双方将制定新的日本北约安全合作文件及个别化伙伴计划，以在太空、网络安全等领域展开合作。
但据日本经济新闻10号报道，由于优先级较低，北约在东京开设亚洲首个联络办事处的方案被推迟至秋季以后再定。报道称，按照北约规定，做出相关决定必须获得与会国的全票通过，但法国已明确表示不支持这一计划。7号，法国总统府有关人士向媒体强调，北约以美欧为集体防卫对象，在印太地区设立据点并不妥当。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9号也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对北约向亚洲挑衅性东进及该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出严厉批评。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北约不要向亚洲扩张，这是正确的。他提醒所有人，北约的设计和关注点应该是大西洋。有分析指出，北约仍沉迷于冷战思维，热衷制造集团对抗，亚太化只会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形势。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部分欧洲国家，他们并不真正认为自己有责任、有能力去介入所谓的亚太安全事务，他们也并不相信说中国真正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威胁，他们更加关注于这个欧洲自身的事务。所以我想，美国推动的这种北约加大对亚太的投入，恐怕未来也会遭到更多的掣肘。尽管乌克兰的入约之路前途不明，但瑞典加入北约却柳暗花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0号宣布，土耳其已经同意尽快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提交议会批准。土耳其在瑞典入约问题上为何态度大转变？将瑞典加入北约与土耳其加入欧盟挂钩，能否换来双方的通行证？来看报道。当地时间10号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举行3方会谈。斯托尔滕贝格会后表示，埃尔多安已经同意尽快将瑞典入约协定书交予土耳其议会。I'm glad to announce that as a result, President Erdogan has agreed to forward the accession protocol for Sweden to the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as soon as possible.And work closely with the Assembly to ensure ratification. 会谈后，3方发表联合声明指，土耳其和瑞典将会在反恐协调方面密切合作，加强双边贸易关系，而瑞典也将会积极支持重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土耳其现在态度突然改变，应该是最近几天他提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一个是要求瑞典加强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控制，另外一个是要求美国给他出售更先进的F-16战斗机，所以土耳其的2个核心的要求应该是都得到了满足，这是他同意的最主要的原因。斯托尔滕贝格并未阐明土耳其议会批准程序所需时间，但他指匈牙利不会成为瑞典入约道路上的最后一块绊脚石。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就赞扬，这对瑞典而言是美好的一天，意味着瑞典向正式入约迈出重要一步。美国总统拜登也随即发文表示欢迎，并指他已准备好与埃尔多安携手加强欧洲大西洋地区的防御及威慑力。瑞典和芬兰于去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同时申请加入北约。今年3月，土耳其对芬兰的态度由反对转变为支持。4月，芬兰正式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但是对于瑞典，土耳其和匈牙利此前一直都没有松口。其中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土耳其一直不满瑞典政府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态度，该组织被土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不过，埃尔多安9号为瑞典入约的这盏绿灯开出了条件，即欧盟为土耳其的加入开辟道路。这是他首次将瑞典加入北约与土耳其加入欧盟挂钩。埃尔多安表示，几乎所有北约成员国都是欧盟成员国，土耳其为了加入欧盟已经等待了50多年。但埃尔多安的条件遭到包括美国等北约成员国的明确反对。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斯皮南特10号回应称，欧盟扩员和北约扩员是2个独立的进程，二者不能相互关联。德国总理舒尔茨公开反对将瑞典加入北约与土耳其重启加入欧盟进程联系到一起。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回应称，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诉求不应该成为瑞典加入北约的障碍。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美国政府就瑞典入约一事持续向土耳其施压时，曾表示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但是这与瑞典加入北约并无关联。现在土耳其已经同意瑞典加入北约了，但是没有
除了瑞典说他要帮助土耳其以后要尽快加入欧盟之外，还没有别的欧盟成员国来承诺说让土耳其加入。土耳其现在拿这一把也只能拿住瑞典，并且加入欧盟是一个比瑞典加入北约更困难的事情，至少目前来看可能性基本上没有。为了说服土耳其，美国政府近期展开了一系列密集外交。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前与埃尔多安通话，并计划在11号与埃尔多安举行1对1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1周之内与土耳其外长进行了3次通话。He talked to him on Saturday. He talked to him last Wednesday. The president talked to President Erdogan yesterday. We continue to press the case that Sweden has taken a number of steps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that Turkey raised, and we believe that it is time for Turkey to support Sweden's NATO accession. 给瑞典开绿灯，也伴随着土耳其对俄罗斯的态度的微妙转变。7号，埃尔多安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后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且提出延长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另外，令外界惊讶的是，在未提前通知俄罗斯的情况下，土耳其释放5名亚速营战俘返回乌克兰，且未给出理由。去年3月，俄乌双方在马里乌波尔展开激烈争夺，数千名乌军和亚速营人员被困在亚速钢铁厂，直至同年5月。在土耳其斡旋下，俄乌去年9月达成战俘交换协议。根据协议，5名前亚速营指挥官将被安置在土耳其，直至俄乌冲突结束。对此，俄罗斯反应强烈。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与土耳其外长菲丹通话，强调了相关行为只能导致负面后果。分析指出，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与北约、俄罗斯都有着牢固的经济和军事联系，因此在俄乌冲突后一直奉行平衡政策。但随着美国主导的北约对俄战争的急剧升级，土耳其的平衡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还有观察认为，土耳其这些对北约示好的举动，有可能终结土方自己声称的俄乌冲突调解人的身份。土耳其的政策应该还是继续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维持一个平衡，但是平衡并不意味着说在每一件事情上，它跟西方和俄罗斯保持同样的距离。所以最近一段时期，它确实在几件事情上走得跟乌克兰比较近，但是对土耳其来说，对他最有利的还是要保持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一个平衡，这样才能最大化的来实现他自己的利益。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那么今天呢，北约峰会开幕，乌克兰能否入约是头号关注，那您是如何来评估的呢？主持人好，这次北约峰会呢有3大议题，第一呢是乌克兰入约怎样加盟、何时加盟；第二呢是瑞典入约能推展到什么程度。3呢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国领导人受邀参会，北约影响力会不会扩展到亚太地区？从目前的进展看呢，瑞典入约基本解决，土耳其呢在最后关头开了闸，北约势力扩大到亚太地区暂时退后，北约呢是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要等到秋季决定。美国、北约和日韩澳新4个亚太国家呀仍然有推动的愿望，但是呢这个北约内部有分歧，有待今后观察。最热门的议题，或者说像你说的是头号关注，还是乌克兰入约问题。北约中的东欧国家是希望呢给乌克兰快速通道，起码呢要画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线路图。但是北约的核心国家如美、英、法、德，则希望呢给乌克兰以色列式的身份，也就是对乌克兰继续提供各种军援，包括今后在出口武器上不设限，但是呢，要暂缓决定是否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个难解的矛盾是，北约要吸收成员国，一呢是这个国家不在战争状态，二是这个国家的边界已经确立，这2个条件乌克兰都不具备，很难决定是否接纳。退一步说，即便呢要乌克兰在未来某个时刻入约，或者达到一定的条件时以后入约，都可能导致俄乌冲突一直持续下去。这个俄罗斯呢，也可能以此为借口与北约国家擦枪走火。毕竟呢，这俄罗斯是核大国，吸收乌克兰为北约成员，可能呢让更多的北约国家感到不安全。因此呢，就乌克兰入约问题，可能的情况是，北约各国呢将加大对乌克兰的
军援力度，但不会决定是否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当然呀，北约峰会也会画出一个大饼，说呀，将来呢有可能让乌克兰加入，但本次峰会不会有具体的线路图。最新的消息是，挪威呢已经承诺今年要给乌克兰提供将近10亿美元的军援，法国呢将给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德国承诺给乌克兰7.7亿美元军援，美国呢则要给杀伤力更强的技术炸弹。换句话说，北约成员国通过加大对乌克兰军援来显示团结，来让乌克兰军队继续作战，消耗俄罗斯实力。今后呢也可能给乌克兰提供这个 F-16战机，但是呀，乌克兰的入约问题则要留待这个以后讨论。另外，对于瑞典正式加入北约，土耳其前2天还在提高要价，为什么这么快就同意瑞典入约了呢？这背后有什么大交易呢？没错，昨天土耳其呢都没松口，说要支持瑞典加入，口头上说的呢是瑞典对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制裁不利，但实际上呢想要的是另外2件事，一呢是美国解除禁令，向土耳其出售 F-16战斗机。2是希望欧盟重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今天呢，北约秘书长宣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同意尽快向土耳其议会提交瑞典的入盟议定书，并与之合作，以确保其得到批准。他还补充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那么这个历史性的一天是拿什么换来的呢？刚刚美国国安顾问这个沙利文宣布，美国支持土耳其这个加入欧盟的想法。拜登总统支持向土耳其交付 F-16战斗机的计划。他还说拜登欢迎土耳其在瑞典入约问题上的立场，还会和埃尔多安总统会谈，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的防御上加强合作。北约呢在稍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这个瑞典呢将积极的支持重整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包括欧盟土耳其关税同盟现代化和签证自由化等等。就是说土耳其的2个交换条件实现了1个半。美国呢之所以在最后时刻同意给土耳其 F-16战斗机，是因为从战略上讲，芬兰、瑞典正式加入北约，意味着北约北扩，美国胜过了俄罗斯。俄罗斯呢对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在于遏制北约东扩，但结果是北约进一步扩大，包围了俄罗斯。而就这次的这个北约峰会来说呢，这个瑞典如期的入约，或许呢就是最大的成果。好的，非常感谢陈斌先生。